好了，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正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今天我們要來聊一個很沉重，但卻非常重要的題目。我們要深入剖析一場耗時20年、燒掉2兆美元，最終卻在短短幾天內就灰飛煙滅的戰爭——阿富汗戰爭。這不只是一次回顧，我們要做的是對這場橫跨20年的系統性失敗進行一次徹底的解剖。好的，我們直接切入核心問題。相信大家對阿富汗的最後印象都還停留在2021年喀布爾機場那些混亂到讓人心碎的冊裡畫面，這就引出了一個巨大的問號。一場投入了超過2兆美元，這個數字真的大到很難想象，犧牲了數萬條生命，橫跨了整整20年的努力，為什麼會在短短幾天之內，就像一座紙牌屋一樣，一推就倒？這背後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這就是我們今天要拆解的核心。想要理解這場失敗，我們必須把時間倒轉，回到一切的起點。故事是從2001年的911恐怖攻擊開始的。當時的目標非常明確，追捕蓋達組織，然後推翻庇護他們的塔利班政權。這本來是一個純粹的軍事任務。但是很快地，這個任務就悄悄地擴大成一個更宏大也更複雜的目標，也就是所謂的國家重建。而正是這個目標的轉變，讓整件事情開始走向失控。戰爭一開始，進展可以說是非常順利。2001年底，塔利班政權就垮台了，國際社會很快地召開了波望會議，為阿富汗規劃了一個新的未來。到了2009年，為了穩定局勢，當時的美國總統歐巴馬甚至還宣布增兵3萬人。2年後，賓拉登被擊斃，這似乎代表着最一開始的軍事目標已經達成了。當時，從華盛頓到喀布爾，整個氛圍都充滿了希望，幾乎所有人都相信一個穩定民主的阿富汗好像真的要誕生了。但他們沒有意識到，這份希望的根基其實脆弱的不堪一擊。這句話完美地體現了當時的那種決心和樂觀。不只是國際領袖這麼想，很多阿富汗人民也真心相信一個更美好的未來就在眼前。他們以為戰亂的時代終於要結束了。然而，歷史開了一個非常殘酷的玩笑，事情後來的發展完全走向了這個承諾的相反面。接下來，我們來談第一個也是最關鍵的失敗根源——錢。你沒聽錯，就是錢。巨額的資金像洪水一樣湧入阿富汗，但這場洪水非但沒有灌溉出希望的田野，反而腐蝕了一切，把整個國家的根基都給泡爛了。2兆美元，當時的策略是把金錢當作武器系統，希望透過大規模的援助和建設來贏得民心，穩定社會。但結果呢？完全相反，這筆錢創造出了一個貪得無厭、吞噬一切的腐敗怪物。這種現象在政治學上有個專有名詞，叫做竊盜統治。講白了，就是整個政府變成一個巨大的竊盜集團，湧入的援助資金沒有變成建設國家的基石，反而變成了官員們重保私能的燃料。有一位觀察家甚至形容，腐敗就像是整個系統賴以為生的氧氣。你想想看，這有多可怕？這意味着，如果你想根除腐敗，就等於是要讓整個系統窒息，根本辦不到。這裡有一個非常具體的例子，可以讓你馬上理解錢是怎麼不見的。假設呢，有一份1000萬美元的合約要蓋一所學校，第一層的主要承包商直接拿走300萬，然後把案子用700萬轉包出去。接下來的每一層分包商都在刮一筆，等到最後真正要動工的承包商手上，你猜剩多少？只剩下150萬美元。你想想看，用原本只有15%的預算，能蓋出什麼樣的學校？可能連地基都打不穩吧。
而這竟然是當時的日常運作模式。這就引發了一連串極度諷刺的後果。比方說，為了讓物資車隊安全通過，承包商竟然要付保護費給塔利班。你們聽錯，這等於是拿美國的錢去養大自己的敵人。更糟的是，整個援助產業也變成了一個自我服務的機器。大家想的不是怎麼解決問題，而是怎麼確保明年還有經費可以拿。這種燒錢的心態，創造了一個完全依賴外國援助的虛假經濟。你可以想象，一旦外國人離開，這個巨大的泡沫會啪的一聲瞬間破滅。好，如果說錢是硬體上的腐敗，那第二個致命傷就是軟體上的不相容。國際社會跟阿富汗本地人之間存在着一道永遠無法跨越的鴻溝，他們從頭到尾講的可能都不是同一種語言。這句話據說是一位前塔利班成員說的，現在已經非常有名了。他非常精準地道出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模式。西方世界追求效率，講求時程，希望快速看到成果，但在地的力量卻深知他們可以慢慢等，等到你失去耐心，等到你不得不離開。這根本就是一場意志力的較量，而時間站在了他們那邊。雙方的優先事項也完全是兩回事。國際社會會告訴你，他們在阿富汗推動民主、舉辦選舉、保障女性在國會的席次，甚至還資助現代醫術。這些聽起來都很好，對吧？但如果你去問一個普通的阿富汗村民，他最關心的是什麼？是和平？是下一餐在哪裡？是晚上能不能安全睡覺？當你每天都在擔心下一餐跟家人的安危時，誰會懷護使我現代醫術？這不是對錯問題，而是優先順序的巨大錯位。這種脫節在首都喀布爾形成了一個所謂的喀布爾泡泡，在這個泡泡裡面住着拿高薪的外籍顧問、外交官和援助工作者。他們有自己的社交圈，舉辦着有大量酒精的派對，過着跟絕大多數阿富汗人截然不同的生活。這個泡泡就像一道看不見的牆，把他們和真實的阿富汗隔離開來。在當地人眼中，這群人不像來幫忙的夥伴，反而更像是活在另一個星球的佔領者，自然而然的就加深了彼此的不信任與怨恨。講完了錢和人，我們來談第三個失敗的核心戰略。如果說前面兩個是執行面的問題，那這個就是根源性的問題，因為這張重建國家的藍圖從第一天開始很有可能就是錯的。幾個基礎性的錯誤可以說為後來的失敗埋下了伏筆。第一，在2001年那場決定阿富汗未來的波安會議上，塔利班被完全排除在外。這等於是告訴他們，唯一的出路就是繼續打下去。第二，為了快速推翻塔利班，美國選擇跟各地的軍閥合作，但這些軍閥正是當年因為太過腐敗殘暴，才讓塔利班有機可乘的力量。人民看到舊勢力回來了，對新政府的信任感可以說是蕩然無存。第三，也是最致命的，2009年奧巴馬在宣布增兵的同時，也設定了撤軍的期限。這等於是直接把底牌亮給了敵人，告訴他們，嘿，這是我們的鬧鐘，時間到了，我們就會走。塔利班需要做的就是靜靜地等待鬧鐘響起。除此之外，軍事行動本身也成了塔利班最好的招募工具，這就是所謂的塔利班數學。每當一次空襲或軍事行動不小心殺死了一名平民，他的家人、親戚、朋友，甚至整個村莊都可能因為仇恨而倒向塔利班。結果就是殺死一個敵人，卻創造了10個新的敵人。這是一場永遠打不贏的戰爭。好的，講完了這3大系統性問題：被濫用的金錢、無法溝通的人心，以及從根就錯的戰略。我們再回頭看2021年8月那場雪崩式的大崩潰，你就會發現，那根本不是什麼突發意外，而是一個醞釀了整整20年、注定要上演的結局。崩潰的速度真的讓人瞠目結舌。從第一個省會城市淪陷到塔利班進入首都喀布爾，只花了不到10天的時間。
那所謂耗費巨資、號稱有30萬人的阿富汗政府軍，為什麼幾乎沒有抵抗就土崩瓦解？因為這些士兵的薪水被長官貪污，他們沒有彈藥，甚至沒有食物。他們效忠的那個政府從來就沒有真正關心過他們。當他們發現美國人要走了，那個發錢的源頭斷了，他們還有什麼理由為一個腐敗的空殼賣命呢？這恰恰證明了過去20年建立的根本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巨大的空殼。更諷刺的是，就在崩潰前1個月，美國總統拜登還公開表示，塔利班全面接管的可能性極低。這段發言跟1個月後的現實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也凸顯了當時的情報評估有多麼失敗，以及決策者對真實情況有多麼嚴重的誤判。戰爭結束了，煙消散去，但留下的賬單卻是無比的沉重。現在，讓我們來清算一下，這場長達20年的戰爭，最終到底付出了什麼代價？我們可以想象一下數字的對比。盟軍士兵的陣亡人數大約是3500人，但阿富汗平民的死亡人數超過5萬，而他們自己國家的軍警更是付出了超過66000條生命。這些冰冷的數字背後是超過10萬個破碎的阿富汗家庭。這場戰爭最大的犧牲者始終是阿富汗人民自己。戰爭結束後留下的遺產是什麼？是一個破碎的經濟，一個整個世代都活在創傷中的民族，還有一個極度諷刺的新政府。這堪稱是21世紀最黑色幽默的一幕。一場花了2兆美元、犧牲了數萬生命的戰爭，最終的結果竟然是把國家政權原封不動地交還給了當初要推翻的那些人，而且其中許多人還是被國際認證的恐怖分子。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阿富汗戰爭的失敗並不是單一原因造成的，而是3大系統性問題的疊加。第一，巨額資金催生的無法根除的腐敗；第二，國際社會跟在地人民存在巨大的文化鴻溝；第三，從一開始就錯誤的戰略注定了重建的失敗。這一切最終留下了一個沉重的教訓：單純的軍事力量和金錢永遠無法憑空創造一個國家。如果忽略了在地的文化、現實和人性，在宏大的藍圖，最終也只會蓋出一棟風一吹就倒的紙牌屋。阿富汗的故事結束了，但同樣的劇本是否還會在世界的其他角落上演？這是我們所有人都需要思考的問題。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